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生活中，如果我们遇到关节红肿热痛，一碰就受不了，或者反复发作的脚气、湿疹，怎么治都不能彻底除根。女性朋友遇到的黄色白带、异味重、私处瘙痒的问题，甚至有些人一喝酒就拉肚子，大便又臭又黏，感觉怎么都拉不干净。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根源——湿热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给大家分享2个居家必备的中成药：四妙丸和葛根芩连丸。这2个药专门对付身体里的湿热问题。大家不仅会知道这2种药分别治什么，我还会告诉大家一个独门秘籍，怎么快速判断自己到底是湿热还是寒湿，以及为什么葛根芩连丸是很多爱喝酒人士的肠胃救星。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湿热。湿，大家可以理解为身体里多余的水分代谢不出去，就像南方的梅雨天，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感觉，表现出来就是身体沉重、困倦，大便黏马桶，舌苔厚腻。热就是有炎症、有火气，表现出来就是局部红肿、疼痛、发热、口干口苦、小便黄、舌头红。当湿和热同时出现，就叫湿热。湿热最爱待的地方有2个，一个是下焦，也就是腰部以下，包括膀胱、生殖系统、关节，另一个是肠道。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湿热？记住这3个关键信号：看大小便，小便黄、尿道疼痛；大便黄臭、黏腻、肛门灼热；看局部症状，关节红肿热痛，私处瘙痒有异味，皮肤湿疹流黄水；看舌头，舌头红，舌苔黄而且厚腻。只要符合这些特征，基本就是湿热了。我们先说四妙丸，这个四妙意思是它由4味药组成，但要弄懂它，我们得从它的爷爷辈二妙丸开始说起。二妙是哪2味药呢？苍术和黄柏。我们先记个大概印象。苍术它是芳香化湿的代表药，祛湿气的力量非常强，专门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蒸发掉，但它偏温性，单用会有点燥。黄柏它是3黄之一，是清热的猛药，专门清下焦湿热。什么叫下焦？就是肚脐以下的区域，包括膀胱、生殖系统、下肢关节。大家看，一个强力祛湿，一个清下焦的热，它俩一组合，基调就定下来了，专门针对下焦湿热。好了，现在二妙升一下级，加第3味药牛膝。牛膝有什么用呢？它虽然能强腰膝，但在这里更重要的作用是下行。它就像一个向导，能把苍术和黄柏的药力使劲的往下拉，引到你的腰部、膝盖、下肢去。这一下是不是更对应下焦了？这就是3妙丸。最后再加一味药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薏米薏仁。薏米也是祛湿的，但它的方法不一样。大家想想，湿气怎么排出去？苍术和黄柏，它俩偏向于燥湿，像是用火或者热风把湿漉漉的衣服烘干，而薏米呢，它是利湿，它像是给身体开了个排水渠，让湿气顺着小便排出去。它的力量还很强，比茯苓要强。我们看这4味要配在一起，黄柏清热加苍术燥湿，烘干薏米利湿排水，牛膝带路引药下行。这4味药组合起来，清热祛湿，力量又足，方向又明确，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下焦的湿热。那么四妙丸在生活中到底能治什么病呢？大家只要记住，凡是符合下焦加湿加热这3个特点的，它都能管。第一类，湿热型的关节痛。注意，不是所有关节痛都行，判断的依据是关节是不是红肿热痛，摸上去是不是烫烫的，同时是不是感觉身体很沉重。如果是，那用四妙丸就对了。如果是天冷了，吹了冷风才痛的寒湿型，那用它就不行了。第2类，下半身的皮肤病，比如长在阴囊、大腿根的湿疹，或者中医说的下部湿疮。这类皮肤病的特点是，它一定是湿漉漉的，会渗黄水，黏糊糊的。第3类，脚气病，也就是香港脚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四妙丸只适用于湿性的脚气，就是那种脚趾缝里糜烂、流水、痒的。如果是那种干性的，脚后跟开裂、脱皮的，我们用它就不好使。第4类，女性的带下问题。如果女性朋友是黄带，颜色很黄，气味腥臭，这也是典型的下焦湿热。女性朋友可能听说过一个洗液叫洁尔阴，其实它的配方基础就是二妙丸再加上苦参等药，
所以寺庙丸不仅能内服，还能外用。比如脚气湿疹，也可以用寺庙丸泡脚；妇科外阴瘙痒，可以用来外洗。第5类，泌尿系感染，比如小便发红、有灼痛感，这也属于下焦湿热的范畴，也可以用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苗大夫，我感觉腿脚微软无力，这是不是脾虚啊？不一定，我们看问题要看全面。确实，脾虚营养物质不够，人会无力，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不通，就是湿热像淤泥一样把我们的经络堵住了，营养物质明明有，但它运不过去，这时候我们一样会感觉无力。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虚还是堵呢？看舌头，伸出舌头看一看，如果我们的舌头很红，一舌红，舌苔又黄又厚又腻，苔黄腻，那大概率就是湿热堵住了，而不是脾虚。这个时候用寺庙丸就是对的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痛风发作的时候，下肢关节也是红肿热痛，看上去和湿热关节炎很像，寺庙丸能用吗？能，但我们得明白，它只能治标。什么意思？它能帮我们处理当下发作的红肿热痛。但中医认为，痛风的本是身体的气化功能出了问题，我们的身体没法把那些垃圾正常代谢掉。如果要去管这个本，可能要用到像寄生肾气丸这样的方子，它能补肾阳，增强身体的气化功能。当然，这是个大概思路，不能死搬硬套，但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就知道寺庙丸是管那个标的。好了，说完寺庙丸，我们来讲第2个居家必备良药葛根芩连丸。这个方子看名字就知道成分了，葛根、黄芩、黄连，再加一个甘草，黄芩加黄连，这2个都是苦寒的药，专门清肠胃湿热。黄芩清大肠，黄连清胃和小肠，2个一配，整个肠道的湿热都能清。葛根这个药有3个作用，解表，如果我们同时有点感冒症状，它还能解表。生津，拉肚子会丢失水分，葛根能生津液。生津这个最妙，它能把下面多余的湿气往上调，变成有用的津液，就像南水北调。拉肚子不是下面水多吗？它把这些没用的湿变成有用的津液，往上输送。甘草调和诸药，缓和药性，我们会发现黄芩黄连在里，使劲的清肠道湿热，葛根在表，帮我们解表，还能从下面抽水止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想到我们在30期视频里说过的另一个治拉肚子的神药藿香正气丸，它俩到底怎么区分呢？很多人吃了一辈子都没整明白，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它俩就像是反过来的。藿香正气丸治的是外感风寒、内伤湿滞，葛根芩连丸治的是外感风热、内伤湿热。什么时候用藿香正气？当我们拉肚子，拉出来的东西很清晰，像水一样，呕吐也是吐清水，同时人还感觉怕冷、发热、头痛，这是寒湿型，用藿香正气丸。什么时候用葛根芩连？当我们拉肚子，拉出来的东西特别黄，味道特别臭，黏黏糊糊的，最关键的2个症状，肛门感觉火辣辣的，里急后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总感觉拉不干净，刚拉完又想拉，这是湿性黏滞的典型表现。舌头发红，舌苔黄腻，脉搏跳得很快，这些症状表现就是湿热型，我们就用葛根芩连丸。所以葛根芩连丸主要治的就是急性的湿热型的胃肠炎、细菌性痢疾或者胃肠型感冒。西医有个药叫黄连素，其实功效跟葛根芩连丸很像，都是治肠道感染的，但黄连素对湿热型效果更好，对寒湿型就差很多。那有朋友要问了，万一我又寒又热怎么办？比如我拉的是稀水有寒湿，但又偏偏有点拉不干净的感觉，还有湿热，这种情况说明你是寒湿为主，但中间夹杂了一点湿热，湿气堵久了容易化热，这也不难办，你就可以按比例来。比如可以吃2份的藿香正气丸，配上1份的葛根芩连丸。葛根芩连丸还有个妙用，很多男性朋友爱喝酒，喝完酒经常拉肚子，因为酒本身就是湿热的，会刺激肠道，这时候可以用半量的葛根芩连丸。为什么？因为葛根本身就有解酒的作用，最好的解酒药是葛花，但葛根也可以，既能解酒又能清肠道湿热，一举两得。注意是半量，不要用全量，因为喝酒后拉肚子通常不会那么严重。最后再给大家强调几个重点：一，寺庙丸和葛根芩连丸都是治实症的。什么叫实症？就是身体里有实实在在的湿热邪气需要清除。
如果你本身体质虚弱，舌淡苔白，那不能用这2个药。2. 这2个药都偏寒凉，不能长期大量服用，急性期用，症状缓解就停。3. 孕妇要谨慎使用，特别是四妙丸里有牛膝，这个药有活血下行的作用，孕妇不适合。4. 看准症状再用，关节炎要分清是寒湿还是湿热，红肿热痛的用四妙丸，冷痛怕凉的不能用。拉肚子要分清寒湿还是湿热，黄臭黏的用葛根芩连，清晰的用藿香正气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四妙丸是清下焦的湿热，它往下走，专门针对红肿热痛的关节、肾黄水的湿疹、湿性的脚气，还有黄臭的带下。葛根芩连丸是清肠道的湿热，它走中焦，专门针对黄、臭、黏、肛门灼热的急性腹泻。如果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记得点赞收藏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